根据我的了解，美国内部确实是有一股极其强大的力量，这是一股复合性的力量，包括他们的军工集团，包括他们的其他一些利益集团，包括一些政客，他们是倾向于不计任何代价，包括采取战争的手段在内，来打断中国的发展势头。但是呢，同时我也知道有一些我们认为说是比较清醒的、理智的一些专业的人士，他们是反对采取这种零和游戏的方式来处理中美之间的关系。那么美国的决策层到目前为止，我的判断是他们还是倾向于继续采取这种切香肠的方式对中国政府进行极限施压。这样的策略短期之内应该不会有改变。近日，美国知名的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简称 CSIS， 举行了兵棋推演，称美国有能力在2026年介入台海局势。彭先生，您如何看这种兵棋推演？这种推演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实际情况？这个美国的智库多如牛毛，智库林立啊！你到华盛顿一看，有一条街都是各种各样的智库。这个 CSIS 呢，应该说在美国的智库里面呢，它比较活跃，影响力是比较大，但是它并不是搞专门的研究所谓军事问题的。它发表这个所谓对台海的这个作战的模拟，这作战模拟它叫兵棋推演，我们叫作战模拟。它主要是利用进行量化分析，它一般定性很少。这种量化分析呢，很随意性很大。主观性很强，他这个为了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他可以设定结果，先把他需要什么结果，他要出什么结果啊？比如他想挑战中国，要增加军费，那就说中国要怎么厉害啊，是吧？他有时候想对抗中国，他就说中国怎么不堪一击啊？不是说一点价值没有，他有些。少量的这个分析还是有一定参考意义的，但是像这个台海这几年，几乎每天他都在搞这个所谓的兵棋推演，完全反映他们他们主观的想象，他的数据的一些堆砌，一些数字游戏啊，甚至付出某种利益，所以我们听听就是了啊，看看就是了，不要就把它当真事儿啊，当真事儿你就什么也干不成了。那么公布这类的那个所谓的推演的那个剧情，实际上是有明确的政治意图的，基本上是属于政治认知作战这种手法。他们一方面说他们有能力在2026年在台海击败解放军，但另外一方面呢，又说将会是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这个信息本身它就是矛盾的。在台海周边进行所谓的消耗战，我认为说美国的军方将比我们遇到更大的困难。如果说这种持久战它的主要内涵是政治战、外交战、经济战、文化战，或者说心理战、法律战，而不是单独的军事层面的战争。那么想请教岛内的王先生，您个人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台海有事，美军到底来是不来？其实美国在它的一个所谓的法律规范里面呢，其实是没有义务是一定要来支援啊。所以其实美国还是希望能够维持所谓的一个战略模糊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啊，因为第一个这可以保持美国的一个弹性。第二个呢，不至于说让台湾呢有一张空白的一个授权而随意的挑衅中国大陆，或美国的评估就是说一旦介入呢，美方的这个伤亡会非常惨重，甚至不见得能够驰援成功的话，那我觉得美国就会比较再三的考虑，到时候是不是来介入这个台海的。从准备军事斗争的角度来看呢，我们恐怕还是要做好美军会来、美军必来的准备，不能够把希望寄托在美军不来的侥幸心理上。从这个角度讲，美军如果援台，压上的赌注是相当大的。当然，美国国内现在也有人叫嚣，台海之战也是美国的生死之战，这恐怕是把台湾当成了中美决战的对象，这显然是不理性的。
但现在的问题恰恰是美方的诸多表现已经无理可喻，美国到底还能不能够以清醒理智的头脑来处理台湾问题，包括相应的军事问题？刘先生，根据我的了解，美国内部确实是有一股极其强大的力量，这是一股复合性的力量，包括他们的军工集团，包括他们的其他一些利益集团，包括一些政客，他们是倾向于不计任何代价，包括采取战争的手段在内，来打断中国的发展势头。但是呢，同时我也知道有一些我们认为说是比较清醒的、理智的一些专业的人士，他们是反对采取这种零和游戏的方式来处理中美之间的关系。那么美国的决策层到目前为止，我的判断是他们还是倾向于继续采取这种切香肠的方式对中国政府进行极限施压。这样的策略短期之内应该不会有改变的。